李明，15年了，你还是这么低调啊？班长高亮拍着我的肩膀，脸上带着笑意。有些事情，时间改变不了。我微微一笑，目光不经意间扫过包厢门口，恰好看见他迈着自信的步伐走进来，浑身名牌，光彩照人。我们的视线在空中短暂交汇，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随即是不屑。看来今天有好戏看了。旁边的老同学小声嘀咕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场戏远比他们想象的要精彩得多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李明，今年32岁，高中时是个成绩中上的普通学生。记得高3那年，我和班花陈佳恋爱了，那段感情持续了2年，直到大学期间他提出分手，理由很简单，我不觉得你有什么前途。就这样，他干脆利落地离开了我的生活。15年过去了，我专注于事业，成为了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。这些年来，我从未参加过任何一次同学聚会，也很少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。不是刻意低调，只是觉得没那个必要。当微信班级群里跳出15周年同学聚会的消息时，我本能地想按下退出键，翻了翻确认名单，我看到了陈佳的名字，手指悬在屏幕上方，停顿了好几秒。最终，我回复了一个简单的参加。也许是时候面对过去了，我想看看当年那个伤害我的女孩，如今过得究竟如何。陈佳，高中的校花，大学毕业后嫁给了一个富二代，成了全职太太。从社交媒体上看，她的生活光鲜亮丽，名牌、豪车、度假照，几乎每天都在晒。但圈内人都知道，她丈夫徐志的公司这2年来经营不善，资金链几乎断裂。只是陈佳仍然维持着豪门太太的人设，不肯放下身段。聚会定在了城中心最豪华的帝景大酒店，这也是陈佳的提议。我知道她想要什么，一个展示自己人生赢家形象的舞台。聚会当天，我穿着普通的休闲装，戴着平价手表，开着我那辆实用的国产中型车来到酒店。停车场里已经停了几辆豪车，不知道哪位是陈佳的座驾。推开包厢门的那一刻，里面已经坐了大半的人。班长高亮看到我，立刻招手：“李明，你终于来了。”包厢里装修奢华，水晶吊灯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桌上摆满了精致的菜肴。同学们大多西装革履，女生们也是精心打扮，互相炫耀着各自的成就和家庭。我安静地找了个角落坐下，和几个熟悉的老同学打了招呼。李明，你现在在哪工作啊？班长高亮问道。在一家公司上班，我笑着回答。技术岗位，挺稳定的。周围的同学继续着他们的话题，我的目光不自觉地飘向了门口。就在这时，包厢门再次打开，陈佳迟到了。她穿着一身香奈儿套装，手腕上戴着卡地亚的手镯，脖子上挂着宝格丽的项链，浓妆艳抹，一走进来就成了全场的焦点。陈佳的目光扫视着包厢，当看到我的时候，她愣了一下，随后嘴角上扬，露出一丝轻蔑的笑容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。班长安排我和陈佳坐在了对面。当他落座后，香水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浓郁的有些刺鼻。各位好久不见，陈佳开口，声音比高中时更加妩媚。抱歉来晚了，今天去看了一套新房子，耽误了一些时间。又买新房子了？旁边一个女生好奇地问。浦江新区的那个高尔夫别墅区，500多平米的大平层，视野特别好。
我老公说该给自己换个大房子，庆祝公司新项目。陈家笑容满面，还不忘看我一眼，似乎在炫耀他的豪门生活。我只是浅浅一笑，并未接话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我低头看了眼，是公司群里的消息，无关紧要。我没有回复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气氛逐渐热络起来。大家开始讲述高中时代的趣事，不可避免的话题转向了青春期的恋爱往事。说到恋爱，班上的活宝周明指着我和陈家：“你们两个当年可是我们班的金童玉女啊，后来怎么就分了？”一时间，包厢里的气氛有些尴尬。陈家笑了笑，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：“年轻不懂事吗？那时候觉得找个有前途的男朋友很重要。”他的语气中带着暗讽。现在看来，我的选择是对的。我没有回应，只是微笑着喝了口茶。陈家见我不说话，更加来劲了：“李明，你现在过得怎么样？还是住在郊区那个小区吗？”“搬了。”我简短的回答。“住的还行。”“哦。”陈家挑了挑眉：“在哪个区域？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不错的房产中介。现在市场不好，很多房子都降价了。”“谢谢。”“不需要。”我依旧保持着微笑。陈家的眼中闪过一丝不悦，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优越的神情。“我们家在4个城市都有房产，最近老公在考虑再买一套国外的度假屋，可能是在马尔代夫或者瑞士。”我点点头，没有接话，只是又看了一眼手机。陈家显然对我的反应感到不满，他转向其他同学，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他的奢侈生活。随着酒精的催化，陈家的话越来越放肆，他的目光不时地飘向我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。我能感觉到他在有意无意地针对我。上个月我们去了一趟巴黎，老公给我买了限量版的包包。陈家高声说道，手指轻抚着他的名牌手袋。这种系列全球只有50个，据说很多明星都买不到呢。我安静地吃着菜，仿佛这些话与我无关。陈家见我毫无反应，语气变得更加直接：“李明，你还像大学时那样省吃俭用吗？我记得你那时候为了省钱，连顿像样的饭都舍不得吃。”这句话引起了一些同学的轻笑。我放下筷子，擦了擦嘴：“人各有志。”“就是啊。”陈家笑着附和，眼中却带着嘲讽。有些人志向高远，有些人只能安于现状。当年我要是没有及时脱身，现在可能还在蜗居出租屋里呢。包厢里的气氛变得有些尴尬。班长高亮试图转移话题：“来，大家再喝一杯。”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但陈家已经借着酒劲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。我老公常说，人生就要有眼光和格局。很庆幸我当初做了正确的选择。他故意看向我：“不是吗，李明？”我只是微微一笑，没有接话。此时手机震动了起来，屏幕上显示是一个来电。我起身离开包厢接电话，留下身后陈家得意的笑容。在走廊上，我接通了电话：“喂，丁总，合同的事情谈得怎么样了？”“李总，谈妥了，对方已经同意我们的条件。”电话那头的声音十分兴奋：“您说的对，他们确实撑不了多久了，只能接受我们的收购方案。好，让法务部准备文件，尽快签约。”我简短的回复后，挂断了电话，深吸一口气，调整了一下表情，重新回到包厢。当我回到座位时，陈家正在向大家展示他最近的度假照片。照片上，他站在豪华游艇上，笑容灿烂。见我回来，他故意提高音量：“李明，你呢？最近有没有出去旅游啊？
没有，工作比较忙。我简短的回答。哎呀，工作再忙也要有生活质量啊。陈佳意味深长地说。不过也对，可能你的工作太普通，老板不给假。我老公是公司老板，想休假随时都可以。我暗自摇头，不想和他争辩。这时，一个服务员走进包厢，恭敬地走到我身边。先生，您的电话。我有些疑惑地接过电话。服务员弯腰低声说：李总，酒店经理想请您过去一下关于您预定的事情。我点点头，再次离开了包厢，走到走廊，酒店经理就迎了上来。李总，你好，非常荣幸您选择我们酒店，那个包厢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准备好了。谢谢，晚上可能会有客户过来，到时请你们安排一下。我交代道。经理连连点头，一定一定，李总您放心，我们会按照最高标准服务。回到包厢，陈家的声音更大了。我老公最近正在和天启科技谈合作，那可是国内最顶尖的科技公司之一。这个项目一旦成功，我们公司至少翻一番。听到天启科技这个名字，我眼神闪烁了一下，随后恢复了平静，坐回座位。我默默地夹了一块肉。李明，你在哪家公司啊？做什么职位？有人问道。我刚要回答，陈家就抢着说，肯定是个普通职员吧，你看他穿的，一看就是工薪阶层。他轻蔑地笑了笑。李明啊，你这样可不行，要有点上进心。我老公公司最近在招人，要不要我帮你推荐一下？班长高亮尴尬地笑了笑。陈家，别这样说。李明，每个人选择的道路不同，我这不是好心吗？陈家装作一副委屈的样子。李明以前那么优秀，没想到现在。他故意没有说完，但那种轻视已经不言而喻。我依旧保持沉默，不过这一次，我的眼神中多了一丝深意。班长看到了这一幕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但没有说破。聚会进行到一半，我的手机再次响起，这次是一条消息。我看了一眼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就在这时，包厢门被推开，一位服务员恭敬地走进来。李总，您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。几个同学奇怪地看向我。李总，陈家也投来疑惑的目光，但很快又变成了嘲讽。肯定是认错人了。李明怎么可能是什么总？他对服务员说：你认错人了，这位只是一个普通上班族。服务员尴尬地看着我，我微微点头示意，他才退了出去。对了，刚才接到通知，班长你前2天投递的简历已经通过初审了。我突然对高亮说道。高亮一愣。啊，哪个公司？天启科技。我淡淡地说，我推荐的。这句话让几个同学瞪大了眼睛，陈家的表情也变得不自然起来。你认识天启的人？认识一些，我简单的回答，再次低头看手机。这时，我注意到陈家偷偷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，表情瞬间变得凝重，但很快又强作笑颜。哎呀，都已经这么晚了，一会儿我请客吧。今天大家难得聚在一起，也多没意思。他看似慷慨的提议让我再次露出了微笑。包厢的角落里，我看到她偷偷对闺蜜说，一会儿帮我先付一下，我明天转给你，今天带的卡额度不够。我假装没听见，但眼中闪过一丝了然。聚会进行到尾声，陈家对我的嘲讽更加肆无忌惮。他举起酒杯，笑容满面。李明，敬你一杯。虽然你现在还是一个小职员，但是我相信只要你努力，总有一天会有出息的。周围几个同学也都举起了酒杯，有的是附和，有的只是随大流。我看着陈家自信满满的笑容，
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。15年前，他就是用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结束了我们的感情。当酒杯递到我面前时，我没有接过来，而是轻轻放下了自己的筷子。陈家，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成功吗？这是我今晚第一次主动发问。陈家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当然知道，豪宅、名车、奢侈品，能够不为钱发愁，想买什么买什么，这不就是成功吗？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看了看手表，抱歉，我要接个电话。说完，我再次离开了包厢。在走廊上，我接通了电话。李总，董事会已经通过了收购案，徐氏集团的资产评估报告也出来了，他们的债务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。我知道了，我平静地说，准备发布公告吧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走廊上，深呼吸了几次。从包厢传来陈家的笑声，他可能又在说着什么讽刺我的话。我握紧了拳头，又慢慢松开，脸上重新挂上了淡淡的微笑。回到包厢，气氛已经达到了高潮。陈家站在座位上，手里拿着酒杯，脸上泛着红晕。所以啊，眼光真的很重要。当年李明追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没什么出息。果然10几年过去了，他还是那个小职员。他故意看向我，不好意思啊，李明。实话实说，别见怪。同学们的表情各异，有人尴尬地笑着，有人低头假装看手机，还有人干脆转移视线。班长高亮试图打圆场：好了好了，都是老同学，别这样说话。我站在包厢门口，看着这一幕，心中并无波澜。陈家见我回来，举起酒杯：李明，别生气嘛，来，为了我们曾经的感情，干一杯。我走回座位，拿起茶杯，与他轻轻碰了一下。为了真相干杯。陈家不解地看着我，但我没有解释。就在这时，包厢门再次打开，酒店经理恭敬地走了进来：李总，董事长已经到了，在楼上的会议室等您。这一次，所有人都惊讶地看向我。陈家的酒杯甚至因为过于震惊而差点掉落。李总，他不敢相信地重复道：你是哪家公司的总？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解释，而是对高亮说：班长，你要是有兴趣，明天可以直接来公司面试，地址我待会发给你。高亮还没来得及回答，陈家便急切地问道：你认识天启科技的人，能不能帮我老公引荐一下？他真的很想和天启合作。我微微一笑，我认识天启的人，不过很遗憾，天启已经否决了徐氏集团的合作提案。陈家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你怎么知道？猜的。我淡淡地说，接着对经理道：我马上上去。经理点头离开。包厢里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。陈家则像是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，浑身僵硬。那个李明，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：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看了看表，时间不早了，该结账了。陈家这才想起自己刚才说要请客，脸上露出一丝窘迫。啊，对，结账。她看向闺蜜，后者却避开了她的目光。服务员，结账！陈家大声喊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不自信。服务员很快拿来了账单，递到陈家面前。当他看到那一连串的数字时，脸色更加难看了。一共是58600元。服务员恭敬地说。陈家咽了咽口水，强装镇定地拿出了一张信用卡，刷卡。服务员接过卡，走了出去。我看着陈家紧张的神情，心中涌起一丝复杂的感觉。他曾经那么看不起我，如今却在这里虚张声势。几分钟后，
服务员回来了，脸上带着歉意：“对不起，这张卡额度不足。”陈家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手忙脚乱地翻找包包。我再给你一张。他拿出另一张信用卡，手微微发抖。服务员再次离开，回来时表情更加为难。对不起，这张卡也被拒绝了。包厢里的气氛瞬间凝固，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陈家。他那副高高在上的形象在这一刻彻底崩塌，脸上写满了尴尬和羞愧。陈家结结巴巴的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脸色惨白，额头上渗出了冷汗。就在这时，酒店经理再次走了进来。李总，董事长说可以先谈完这里的事再上去。对了，这个包厢已经按照公司账户结算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我。陈家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嘴巴微微张开，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。谢谢，你先出去吧，我对经理说道。经理恭敬地退了出去。包厢里陷入了一片寂静，陈家呆呆地站在那里，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到难堪，再到恐惧。李明，你究竟是？他声音颤抖地问道。我终于看向他，目光平静而深邃。陈家，我是天启科技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。这句话如同一颗炸弹在包厢内爆炸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冷气。陈家更是如遭雷击，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煞白。天启科技，他不敢相信地重复着。就是那个市值近千亿的天启科技，我老公一直想合作的那个公司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班长高亮和其他同学都震惊地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敬佩。陈家的嘴唇颤抖着，似乎想说什么，但最终只是呆滞地坐在那里，眼中的高傲与轻蔑荡然无存。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震惊和懊悔。那个合作，我老公说天启科技今天会给答复的。陈家声音颤抖地说，眼中闪烁着一丝希望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陈家，你丈夫的合作提案今天确实被我亲自否决了。陈家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如同被人当头浇了一盆冷水。他的嘴唇颤抖着，一时说不出话来。为什么？他几乎是用乞求的语气问道。那个项目对我老公的公司很重要，因为徐氏集团的财务状况不足以支撑这个合作。我平静地说，你丈夫的公司已经资不抵债，负债率超过80%。我们的风控团队评估认为风险过高。这句话如同最后一根稻草，彻底压垮了陈家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和绝望，似乎所有的伪装都在这一刻被撕开。包厢里的其他同学目瞪口呆，谁也没想到事情会有这样的转折。陈家那些关于豪宅、名车和奢侈品的炫耀，突然变得讽刺而可笑。你是故意的。陈家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哭腔，你是故意拒绝我老公的合作，就为了在这里羞辱我。我摇摇头，不，这只是商业决策，与个人情感无关。事实上，直到今天下午我才知道那个徐氏集团的徐志是你的丈夫。陈家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他低下头，肩膀微微颤抖着。那个高高在上、盛气凌人的陈家在这一刻完全崩塌了。所以那些豪宅、名车、奢侈品，有同学忍不住问道，都是假象。我淡淡地说，徐氏集团去年就开始资金链断裂，他们名下的房产早已抵押给了银行，那些所谓的投资项目也是在借新债还旧债。陈家没有否认，只是低着头，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桌面上。他精心维持的人设在真相面前彻底崩塌。
李明，你……班长高亮似乎想说什么，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我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衣领。各位，我还有一个会议要参加，先告辞了。看向陈家，我补充道：希望你能从这次打击中走出来，重新开始。陈家抬起头，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，悔恨、羞愧、不甘，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请求。李明，我们能单独谈谈吗？他轻声问道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摇摇头，抱歉，没有必要了。过去的已经过去，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报复或羞辱你，只是想亲眼确认自己是否真的已经放下了过去。陈家的眼中闪过一丝痛苦。那你放下了吗？放下了，我真诚地说，谢谢你当年的决定，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。说完，我向大家点头致意，转身离开了包厢。身后传来一阵骚动，有人在小声议论，有人在安慰陈家，还有人急着要加我的微信。离开包厢，经理迎了上来：李总，董事长在楼上等您。知道了，我点点头。一会儿我有几个老同学可能会联系你，帮我安排一下。经理连忙应是。我乘电梯上楼，心中感到一阵释然。15年的心结，在今晚终于解开了。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。我住在城西一个普通的小区，房子不大，但温馨舒适。虽然以我的收入完全可以买下豪宅，但我始终觉得没必要。成功不是用来炫耀的，而是让自己和家人过得更好。打开电脑，我开始处理工作邮件。天启科技虽然市值不菲，但我们一直秉持技术为本的理念，不追求表面光鲜，而是专注于产品的研发和创新。处理完邮件，我靠在椅背上，回想起今晚的一幕幕：陈家的嘲笑，同学们的惊讶，最后那一刻陈家崩溃的表情。我并没有想象中的快意恩仇，反而有一种淡淡的怜悯。人生的起起落落，谁能预料呢？15年前，他抛弃我，选择了看似更有前途的徐志。15年后，他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濒临崩溃的生活。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，但命运总是充满了讽刺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陈家发来的信息：李明，我们能谈谈吗？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但请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我盯着这条信息看了很久，打了几个字又删掉，最终回复道：过去的事已经过去，祝你未来一切顺利。他很快回复：求你了，就见一面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公司要破产，房子要被收回，我老公甚至在考虑离婚。李明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。看到这些话，我不禁苦笑。曾几何时，陈家是那么高高在上，而我只是他眼中没有前途的男孩。如今角色互换，他却想把我当作救命稻草。我没有立即回复，而是起身走到窗前，看着远处城市的灯火。10年来，我经历了太多挫折与奋斗。那些日子里，没有人为我鼓掌，没有人在我失败时安慰我，也没有人在我成功时分享喜悦。我独自一人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程序员成长为一家科技巨头的掌舵者。这个过程教会了我最重要的一课：真正的成功不是向曾经伤害过你的人证明什么，而是活出真实的自己，做自己问心无愧的事情。想到这里，我拿起手机回复了陈家：陈家，我帮不了你，也不想帮你，不是因为记恨，而是因为我们已经是2个世界的人了。你需要学会自己面对困难，就像当年的我一样。祝好。发完这条信息，我把手机调成了静音，继续处理工作。没过多久，
一个海外投资者的电话打了进来：李总，关于那个新项目的投资，董事会已经通过了，我们准备注入5亿美元。电话那头传来欣喜的声音：谢谢你们的信任。我认真地说，我们会确保这个项目达到预期目标。挂断电话，我望向窗外的夜色，城市的灯火像星星一样闪烁，每一盏灯后面都是一个家庭，一个故事。我的故事只是其中平凡的一个，只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成为了别人口中的成功人士。但我知道，真正的成功与财富、地位无关，它是内心的平静与成长，是面对挫折时的坚韧，是取得成就后的谦逊。这些是陈家永远也不会明白的东西。放下手机，我从抽屉里翻出一张高中的合影，照片上的我和陈家站在一起，青涩而充满希望。那时的我们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也不会想到15年后会有这样的重逢。我轻轻把照片放回抽屉，关上灯，准备休息。明天还有一堆工作要处理，而过去的故事就让它永远留在过去吧。几天后，公司组织了一次团建活动。作为创始人，我本可以不参加，但我向来认为领导者应该以身作则，所以还是出席了。活动在郊外的一个农庄举行，同事们放下了平日的严肃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我也放松下来，和大家一起参与游戏，分享美食。就在这时，一位新来的项目经理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他叫林小雨，今年29岁，是从国外一家知名科技公司挖来的人才。与陈家的浓妆艳抹不同，林小雨梳着简单的马尾，穿着朴素的牛仔裤和白色 T 恤，却显得格外清爽自然。李总，这个项目的方案我重新调整了一下，您看看是否符合预期。午餐时，林小雨拿着一份文件走到我身边，我接过文件，认真地翻看起来。思路很清晰，创新点也很有价值。不过这个技术路线是不是有点冒险？是有一定风险，他坦率地承认。但我认为高回报往往伴随着高风险，关键是如何控制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。这里我设计了3套备选方案，他侃侃而谈的样子让我想起了年轻时的自己，那种对技术的热情和执着，那种不怕失败的勇气。你说的对，我微笑着说，我喜欢你的思路，下周我们再详细讨论这个项目。林小雨点点头，刚要离开，又停下来说，对了，李总，听说您最近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，怎么样？见到老同学开心吗？我愣了一下，你怎么知道我参加了同学聚会？我表姐就是您的高中同学，她笑着解释，叫王丽，说是当年和您一个班的。她告诉我说，您在聚会上特别低调，直到最后才让大家知道您的身份。王丽啊，我想起那个戴眼镜的女生，她现在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在一所中学教书，生活很充实。林小雨说着，突然压低声音，她还告诉我那个陈家的事情。说实话，我挺佩服您的处理方式的。我摇摇头，没什么值得佩服的，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不，林小雨认真地说，您有能力羞辱他，让他难堪，但您没有那么做。这种宽容和大度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很多人得志便猖狂，而您却保持着谦逊和理性，这很难得。他的话让我心中一暖。是啊，当初我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心中确实有一丝想要证明自己的想法，但当我真正面对陈家时，那种复杂的感觉已经不再是恨，而是一种淡淡的怜悯和释然。谢谢你的理解，我真诚地说，人生短暂，
何必活在过去的恩怨中呢？林小雨微笑着点点头。对了，下周有个行业论坛，我们公司要派代表参加，您会去吗？应该会去，我回答。到时候你也一起参加吧，可以认识一下业内的同行。好的，谢谢李总。他礼貌地道谢后离开了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突然有种奇妙的感觉，或许生活就是这样，当一扇门关上时，另一扇门就会打开。陈家的离开曾经让我心痛不已，但如今想来，那不过是人生中的一个小插曲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发现陈家又发来了几条信息，仍然在请求见面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决定回复他。陈家，我理解你现在的处境，但我帮不了你，不是不愿意，而是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。15年前你选择离开我时，我也曾经绝望过，但我最终靠自己站了起来。现在轮到你了，相信自己，你能做到的。发完这条信息，我把手机放到一边，打开电脑继续工作。窗外星星点点的灯光构成了城市的夜景，美丽而安宁。人生就像一场旅行，沿途会遇到各种风景和人物，有些人只是匆匆过客，有些人却会在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。重要的不是你遇到了谁，而是在遇见之后，你成为了怎样的自己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中涌起一种平静的喜悦，感谢过去的每一段经历，无论是甜蜜还是痛苦，它们都塑造了今天的我。而未来还有更多未知的风景等待探索，更多有趣的灵魂等待相遇。我关上电脑，走到窗前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明天会是新的一天，带着新的希望和可能，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